现在在你面前是全新的春风750 SRS 4缸防晒，今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Let's go。车身会比较宽，当然很多朋友喜欢这种硕大的车身，不过它延续了675 SRS 的这个前脸设计，因为675其实车身没有那么大嘛，车头也比较秀气，然后它加了一个很大的定风翼来协调整个车身的这个比例。看到这个轮毂的话，其实你要让我觉得它有多帅呢，谈不上，但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啊。春风现在车都有一种那种玩具感吧，我觉得，包括它的这个排气，它的确是4出，但是总感觉比较秀气，很秀气啊。然后后面这个位置做了一个颜色处理啊，不像675那样，大家比较吐槽嘛。整个尾灯的这个设计还是跟675一样啊。这个尾灯有的人喜欢，有的人不喜欢。这个设计大家觉得怎么样？就是我觉得还行，我能接受。然后其实在原厂的这个排量架里面已经算比较短的了。整个车的配置跟大家再过一下，它虽然是拉线油门，对，拉线油门，阿春用点心，该上电子油门了。然后其实可以看到它这个位置应该是定速巡航的，有这个预留口啊。然后它有弯道的 ABS 和 TC 啊，弯道 TC 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在弯中的时候给大油了，它可以帮你抑制住那个动力啊，不会让你的车轮滑出去。然后弯道 ABS 的话，就是在你在弯中给刹车的时候，车身是可以帮你摆正的，就是也是安全的一些配置啊。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春风的这个也是配了 Touch， 然后这次这一台车的钥匙给大家看一下，是一个卡片，然后你绑定你手机以后，你不需要这个卡片，然后这边有个 NFC 贴上 CF Moto。这次仪表比较大，但是整个这个过渡画面啊，整个细节感觉还可以啊。我们关的话也是这样，贴着，很快。那我们再开一下，我看它反应快不快。你听到这个声音了吧？耶，给我玩坏了吗？还行。还比较快啊，这个不用担心。那目前为止使用下来是还可以的。我们来听一下声浪吧，小薇。听啊，这个位置的声音不是很好听，对吧？然后我们来到后面，这个应该也是有一个防烫的处理的。待会我们骑完以后再给大家摸一下。我现在正常戴手套摸它没有问题。我已经是骑过来的，车不是凉的，我骑过来已经骑了10公里了。其实春风的车你不得不试一下它的后座，这个后座看着不是很舒适的啊，又梆硬。我来试一下。OK， 我绝对不会想坐这个后座的，太硬了，特别硬。本人双脚掌着地1.77米。绝对不是一个很高的坐高，然后春风这台车应该是想给大家做一个日常通勤方便一点，绝大多数的骑士都能驾驭的这么一个坐高，因为车重在这儿，213公斤吧，车重是重的，明显是重的。但这样的车不得不说一点，我不是找补什么，就是它可能高速会稳一些，因为我之前骑过老款36，老款36 230多公斤，能不能骑？能骑，就是高速也挺稳，这是事实。原地怠速，那空档的话是7线转，挂档。大家觉得这个声音怎么样？我们就轻轻的感受一下这个车，因为大家可能都比较在意这个车的车重。我们先松掉离合，感受一下。15，离合器很轻，春风的离合都很轻。还有一点跟大家说一下，所有春风车主拿到车之后，把这个前避震给调一下。它太软了，现在跟摇摇乐一样，前避震太软了，太软的避震配上这样的车重，如果你是新手，你在过弯的时候，啪一个前刹，这么软，一下就把你弹倒了，一定的。拿到车以后，让售后帮你调一下避震，根据你的身高体重来调，好吧？我们也不说废话了，直接拉。单向升档快排，
2档140啊，1档是104，我记得。整个加速表现，我在骑乘过程当中能感觉到很稳。刚刚那个是有一个高低落差的，整个车特别稳啊，一下就落下来了。当然避震给到的那个反应还行，没有弹我后避震啊，整体感觉还行。然后这个聊聊简单上手的这个操控感啊。我觉得车就是重了啊，你实打实的说就是能感觉到它重了。我觉得春风这台车应该不会是说什么跑赛道啊干嘛的，就是日常通勤用的，拿它跑个高速干嘛的，应该挺舒服的。日常代步应该也没问题，因为我刚刚骑了一段城市道路了，能感觉到这个车很细腻。这个细腻体现在哪呢？我刚刚基本是全程1档，给大家感受一下。对，关于春风这次的油门，基本上可以做到2指轻开，问题不大。感受一下，细腻很多，这一点是不错的。大家不用去畏惧这个111匹的这个马力，因为它刚开始的这个柔顺性在感受一下。春风还是想把自己的这个前段调得稍微柔和一些，能感受到吧？然后我们也可以基本上一直是单手来驾驭这台车，因为就是挺顺的，这个动力线性可控。来，春风的车现在应该是要做的要线性一些，这点挺好的。然后之前500 SR 因为外观的原因，但实际上那台车也非常的线性可控，当然也是肉。那我又进到假空档好几次了，我们最近老遇到这种情况。大家注意一下，就是1到2档所有车型带快排的车型基本上都有这个风险没什么大事，稍微速度降低一点，然后给离合切到你要去的档位就可以了，没问题。春风的车还是因为现在震动抑制做的不错，我觉得它的车都不是特别的震。骑过450 SR 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还是我们换回1档吧。走。你要知道，一台4缸车，你持续维持在高转，你不会太震，已经做得不错了。日常代步来讲，我是觉得不正啊。大家觉得声浪怎么样？就是整个运行起来你会觉得这个车还挺舒服的，然后油门也比较细腻。它不是那种赛巴 RS 跟张雪的820我还碰巧都骑了，都试了。赛巴 RS 就是那种动力直来直去，给油就你就基本上控不住那个车。春风的这个明显是你开油它一个循序渐进给到你动力的感觉。张雪那个也很暴力但张雪人家那个电子油门给到的那个控制感也还不错。这边跟大家说一下，赛巴 RS 750、张雪820都是3款不同调性的车，完全没有可比性。不用拿他们3台去比。每一台车调性是完全不一样的，客户群体也不会是一样的，喜欢的类型是不一样的。你喜欢平顺一点的话，目前750 SR 给到我感觉是比较平顺的。张雪那个就不讲了，我们就拿赛巴 RS 跟这个春风比的话，春风线性平顺很多，钱江更暴躁，看你自己喜欢的类型了。
其实看这个仪表的这个转速感受啊，我觉得已经很接近，非常棒了。不是讲很接近啊，已经非常棒了。这个转速的感觉，其实跟那个进口品牌的那些仪表没有什么差距。我来感受一下动力在多少转打出来啊！9000。9000转动力打出来，然后前面6、7千啊，这些整个车还都比较没有那么暴躁。等会我们会进隧道，给大家享受一下这个声浪感觉如何。这台车目前，给到我的感觉就是稳加细腻，对。前面进隧道，我们再听一下声浪。这台车不会只拍一遍啊，绝对不会，我会拿它去跑个高速，多拍拍。然后不过马上要下雨了，这期视频之后我不知道多久才会续更，大家可以期待一波吧。大家可以点播关注，等一下肯定拍。然后快排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快排的脚感呢。春风一贯的感觉跟那个675啊差不多的，非常的清脆啊，非常的清脆。春风的车你只要改了排气，配上它这个快排，很好听。问一下身边675的车主们，不管是 NK 还是 SR， 对 ，OK， 我们进到隧道了。低鸣声还是有点轰头的啊，听。目前这台车我们已经骑了有20多公里，这个手把跟脚踏的轻微振幅，我现在能感受得到，就目前这个时速，如果换到3档要好很多。那我们现在试一下日常巡航最多的3档，按道理这个档位你的转速不会特别高，时速也够城市使用了，基本上就脚踏有轻微的震动，手把也有轻微的震动，我现在不好说它日常。长期会不会难受？我目前还都能接受。我不降档啊，我们直接起，一点问题没有。我们待会就试试6档吧。其实3档、4档是用的最多的，为什么非要试6档呢？就是为了好玩，纯为了好玩，恶趣味。春风的这个刹车，前面有点软的，这一段没有什么用，老毛病。3档起步的可以，我就纯不会骑车，我就用3档，我就拿3档当自动挡骑，相当柔和，也要没有摆偏的情况。就有的品牌啊，它喜欢往右边去，它偏右，弹道偏右，还是我们就纯3档。一点问题没有。3档滑行至红绿灯处，看一下基础怠速在多少。3档的23，起步之后我们就要换到6档了，给大家感受一下。这快还不错。接下来的路程我们就6档，因为我觉得它首先肯定因为重量在这儿，你要拿它去叫极限驾驶的话，它不是特别舒服的，你人会很累的。那需要一个比较大的体感，然后有声浪，日常代步要舒适，
那这是他要做到的，他得够顺，他必须够顺。6档怠速33，一点问题没有啊。我现在在等红绿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车发热的地方在哪儿，在右边脚踏那个位置，会有一定的热量。其实骑起来的时候也有啊，夏天可能会比较热，达到这个排量又是4缸，它不热很难。就是看每台车不同的发热点吧。张雪是在这个位置，钱江也是在这个位置，很烫，有一阵那个热风出来。它这个在脚踝位置，重啊！你在车上就能感受到这个车的重量了，很重，没有那种随心所欲的感觉了。我觉得像它这个车重在这儿，它就是能给到你一个比较好的稳定性啊。这个是有的，没有这个稳定性的话，那这个有点过分。对，给这期视频结个尾，就这车我今天就骑了30公里，很顺，高速稳定性很棒。之后就拿它去跑一个高速来感受一下了。然后比较着重要说一下，我觉得这个脚踏这次做的位置蛮富余的，就踩在上面还挺舒服。后座刚刚视频开头也做了，不适合。然后就是这个避震了，这个避震太软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给它就是原厂数值弄成这个样子，对于摇摇乐嘛，你何必呢？对吧？我觉得不是所有买你车的人都是老手吧，就是或者你们有没有调查过，还是像675 SR 那样的车，所有人都会调避震？我也不知道，我可能我有可能多虑了。那么希望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然后这是亚硕，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peace。其实我还会拍啊，这个车对，期待一下，点个关注。9000转，动力一下就打出来了。快拍也清脆，这个车我回头单独收个音给大家听一下。